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今天给大家带来万物有灵系列浮梦开山。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开山分为主体和装饰两个部分，先完成主体的钩织，然后在对应位置安装装饰。先来钩织主体，分为前片、后片、袖子和身体几个部分。这里主体都是由这样一排一排的花片组成，同时采用一线连的方式，边钩边连接，并且钩织时为了钩织方便，需要分成4段进行。这里我用结构示意图讲解一下制作的顺序。第一段先从左袖边缘的位置开始，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先将左袖、后片以及右袖的这3排完成，然后是第2段，接着左袖的线头继续往上钩织左袖剩余部分以及左前片。这里左袖最后一排钩织时，需要与第一排的对应位置连接，形成一个圈。接着是第3段，重新在后片上方的位置接线进行钩织。这里往右依次钩织右前片和右袖的剩余部分。右袖的最后同样需要与开始位置连接成圈。最后第4段，接着右前片的线往下沿着2个前片和后片钩织身体区域。按照这个方向分别钩织。钩的过程中，同时将部分位置补全，最后再挑腋下位置补全。这就是主体的制作顺序。下面我们按顺序先进行第1段的钩织部分。先来认识一下图解，注意往后视频讲解使用的图解不是最终的图纸，后期可能会有部分调整和优化，这里只是针对教学使用，大家实际以手里的图纸为准。钩织时，从第1排左下角的第1个花片开始，从左向右依次钩织。这里的走势类似这样的 U 字形。中间的部分还需要往外延伸，多出这样的角位置。仍然按照同样的走势进行钩织，部分位置需要连接，往下一直到这一排最右侧的花片。完成后，从右往左折回钩织，并补齐了花片的上方对应区域，使花瓣最终形成圆形的织片，一直钩到第1个花片左上角的位置。
然后继续往上呈这样的 U 字形钩织，期间需要进行局部连接，一直到第二排花片边缘，然后往上折回补齐上方。第三排与第二排相同，先从左向右勾到边缘，之后折回钩织，上方需要勾出这样的角，部分位置不需要勾出角。期间需要进行连接，往下一直勾到第三排左上角的位置，勾到这里，第一段的区域就算完成了。这里最终的图纸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部分区会拆分成2页进行展示。比如第一段图解这里，一页放了部分，另一页放了部分。大家看的时候可以沿着标注的虚线折叠。然后将2页图纸像这样拼接起来观看。同时这里拼接位置都会写明拼接的页数位置。其他区域遇到此类情况时，按照同样的方法拼接观看即可。同样，大家以手里的图纸为准。开始，我们先来钩织第一排的花片。这里一个完整的花片是由中心圆环、花茎和8个花瓣组成。由于编织顺序的要求，不同位置的花瓣数量会有变化，花瓣需要钩织的大小都不统一，但是钩织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按绕圈的形式依次钩织3个组成部分，同时边钩边连成一个圆形。用到的针法有锁针、长针、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和引拔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这里衣服使用2种线材，分别抽取1根，然后将2根线合并成这样的1根线来进行钩织。由于其中一种线材比较特殊，钩织过程中不易拆卸，建议大家可以先用其他线跟着教程学习一下方法，学会之后再使用对应线材进行钩织。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使用1根棉线做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开始，先钩织第一个花片，首先钩第一个花瓣，先进行锁针环形起针，左手挂线，右手持针，先打一个结，这个结不算1针，稍微拉紧。下面钩锁针，一共钩4针。
最后在第一个锁针上调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钩一个紧拔针，这样锁针环形起针就完成了。接着第3针锁针起立，这3针算作一针长针，往下调起针的中心动眼，可以拉开找一下，是中心的这个动眼，不是之前紧拔穿入的这里。在起针动眼钩一针长针，完成后钩一个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往后我简称狗牙，先钩3针锁针，然后挑下方长针针目靠前的一根线和左侧一根线，钩一针引拔针，这样完成了一个狗牙。往下继续在中心动眼钩织2针长针。为了方便后面找第一个花瓣的位置，这里起针的线头放于原位，不需要藏。完成后钩一个狗牙，后面继续钩2针长针，往下需要钩织花茎和中心圆环，先钩织6针锁针，这是花茎的一半，然后钩织中心圆环，先钩织4针锁针，然后在这4针中的第1针上，也就是此时又往左数的第4个锁针，挑辫子上方的半针，钩一针引拔针，这样中心圆环就钩织好了。往下折回钩织6针锁针，这是花茎的另一半。最后回到花瓣最后一个长针的位置，注意此时长针纹理整齐的一面朝上，锁针的位置不要扭起来，辫子的一面也朝上，挑对应长针针目靠前的一根线和左侧一根线，钩一针引拔针固定。这样花茎就完成了。往下继续钩织花瓣剩余部分，在之前起针的这个中心动眼钩织2针长针，一个狗牙，再钩2针长针，此时完成了一个花瓣。往下钩织第2个花瓣以及花茎，先钩一针锁针过渡，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进行锁针4针的环形起针，先钩4针锁针，
然后在4针中的第1针上紧拔。完成了这个起针，往下调起立针，钩织3个紧拔针，这里都是挑辫子的上方1根线入针。完成后还剩过渡的锁针不钩织，接着将起针和起立针从线头的上方右往左绕到线头的左侧，然后在起针的中心动眼钩织2针长针，注意是中心的动眼，不要挑到之前紧拔穿入的动眼里。完成后钩一个狗牙，后面继续钩2针长针，然后钩一个花茎，并与圆环连接，先钩6针锁针，然后将线头从钩针下方放到锁针的左侧，接着在正面穿入圆环，注意花瓣不要扭起来，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所有线圈，这里相当于钩了1个紧拔针，往下折回钩织6针锁针，然后与花瓣最后一个长针位置固定。与长针固定时，都是挑针目靠前的1根线和左侧1根线入针，钩织引拔针。此时完成了花茎，并与圆环进行了连接，同时织物平整。往下继续钩织花瓣剩余部分，先钩2针长针，然后钩一个狗牙，再钩2针长针，此时完成了第2个花瓣。为了方便后面的讲解，这里我将第2个花瓣称为花瓣 A。接下来钩第3个花瓣以及花茎，方法与第2个花瓣相同，也就是钩织花瓣 A。钩的过程中，钩织花茎，并与中心圆环进行连接。开始先钩1针锁针过渡，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往后起立针都是3针锁针，后面我就不详细说明了。接着进行4针锁针的环形起针，
完成后，调起立针的锁针，钩织3个拧拔针。接着将起针和起立针从线头上方绕到左侧，然后挑起针的中心动眼，钩2针长针。一个狗牙，2针长针，后面钩一个花茎，并与中心圆环连接。先钩6针锁针，将线头放在锁针的左侧，接着在正面挑圆环的中心，钩1针拧拔针固定。完成后继续钩6针锁针，然后挑花瓣最后一个长针位置固定。后面继续挑花瓣的起针位置，钩织2针长针。一个狗牙，再钩2针长针。完成了花瓣 A， 同时完成了第3个花瓣。往下的第4到5个花瓣都是钩织花瓣 A， 并且每个花瓣钩的过程中要钩织花茎，并与中心圆环连接。这里我简单重复一下顺序。每次钩花瓣前都要先钩1针锁针过渡，然后立起立针，接着进行4针锁针的环形起针。完成后，在起立针上一一对应钩3个拧拔针。每次钩完起立针和起针处，要将织物移到线头的左侧，然后再往下钩织。后面开始钩长针和狗牙，钩到第4个长针时，钩织花茎和中心圆环连接。注意连完检查一下织物，锁针不要扭起来。花瓣都是正面朝上。完成后再钩织剩余的长针和狗牙即可。往后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参考前面的演示，将这几个花瓣和花茎钩完。完成后钩织第6个花瓣，这个花瓣需要钩织完整，先按照花瓣 A 的方法钩织，注意钩织花茎并连接圆环。此时钩完了花瓣 A， 往下钩织一个狗牙，之后按照2针长针，一个狗牙，重复钩3次。
完成后钩2针长针，往下钩不下时，可以将钩好的部分往前移一移。然后钩一个花茎和中心圆环，完成后继续钩2针长针，一个狗牙，后面钩1针长针，然后与起立针第3个锁针位置钩1针引拔针，也就是这个长针针目旁边的这个锁针位置，挑2根线入针钩织。此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花瓣。这样，第一个花片就完成了。大家对照图纸核对一下每个花瓣的针数和狗牙数量，防止钩错影响后面的连接和折回钩织。接下来钩织第2个花片，这里第1个花瓣钩织时，需要在第1个花片中第5个花瓣的位置入针，先钩1针锁针过渡，然后在上方花瓣边缘长针上挑2根线，钩1针引拔针固定。之后在花瓣的起针位置钩织2针长针，一个狗牙，2针长针，然后钩织花茎，并与右下方花瓣中心圆环进行固定。之后继续钩2针长针，一个狗牙，2针长针，此时完成了这个花瓣部分。往下钩织第2到4个花瓣及花茎，方法与花瓣 A 相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3个花瓣与花茎钩好。注意，花茎需要与中心圆环进行固定。完成后，到了第5个花瓣的位置，这里方法与第1个花片的第6个花瓣完全相同，也就是钩织这样完整的花瓣。
并且需要勾出一个花茎和中心圆环。大家参考图纸将其勾好，完成后第二个花片就讲解完了。接下来的第3到6个花片方法与第2个花片完全相同。第7个花片开始的4个花瓣方法与之前都一样。之后的第5个花瓣钩织针数与之前花瓣稍有不同。第6个花瓣除了需要钩织花茎，还需要勾出一个中心圆环。之后第7个花瓣需要完整钩织，并且也需要钩织花茎和中心圆环。第8个花片折回往上，挑前一个花片的对应位置，钩织。之后的方法与第7个花片类似，其中第7个花瓣的位置需要与之前花片完整花瓣的位置进行连接。往下我演示一下这里连接的方法。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这里是在狗牙的位置进行连接，先钩一针锁针，然后找到下方对应的完整花瓣，在此时从左往右数的第2个狗牙位置，调狗牙的中心动眼入针，钩一针引拔针。完成后钩一针锁针，回到上方花瓣的边缘长针位置，调2根线钩引拔针。此时完成了狗牙，也完成了连接，这就是连接的方法。后面的第9到15个花片与第8个花片方法相似，下方会多出这样的花茎和一个中心圆环，类似一个角。之后剩余的花片与开始的花片相似。这一行往后的花片用到的针法及方法前面都有演示，大家参考图纸，将这一行剩余花片钩织完成即可。下面折回钩织，需要将之前部分花片上方的花瓣补成圆形，同时钩出下一排花片的圆环。这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方法，小样花片数量较少。先在最后一个花片的位置钩织，接着之前的线头先钩一针锁针过渡，然后在下一个花瓣边缘的长针上调2根线钩引拔针。完成后调起针位置，按照2针长针1个狗牙的方法重复钩织5次。最后钩一针长针，然后在起底针顶端引拔。此时补全了这个花瓣的位置。这里只要是补成圆形的织片，钩完后大家都注意核对一下。后面继续钩一针锁针过渡，
在下一个花瓣边缘长针上钩引拔针固定，然后补全这个花瓣，同时需要钩出一个花茎和一个圆环，具体参考图纸。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补全了这个花瓣，往后继续钩一针锁针过渡，然后在下一个花瓣边缘的长针上钩引拔针固定。后面对照图纸补全这个花瓣，并钩出一个花茎，与刚才钩出的这个圆环进行连接。补完这个花瓣，往后每次补全下一个花瓣前，都要先钩一针锁针过渡，然后在对应边缘的长针上钩引拔针固定。完成后，再在对应花瓣的起针位置入针钩织。后面在相邻这个花瓣上进行钩织，补全这个花瓣，这里针数较少，具体参考图纸。最后在起立针上拧拔。往下，我将这3个花瓣补全的方法看作一组，一组里右侧的第一个花瓣补全时，需要钩织花茎和一个中心圆环。第二个花瓣在补全时，需要钩织花茎并连接圆环。第3个花瓣补全时，钩织的针数较少。往后按照这样一组的方法，继续往下补全剩余花瓣的上方。补完第2个花片上方，往下第1个花片上方。往左补全第1个花瓣时，注意钩出花茎和圆环。完成后，在下一个花瓣上钩织，这里不需要补全，具体针数参考图纸。完成后，第1排折回钩织的部分就讲解完了。此时除了第1个花片位置，其余花片的花瓣都形成了一个个圆形织片。此时第1排的花片部分就讲解完了。往下讲解第2排花片，同样，开始先从左往右钩织对应数量的花片并连接。这里单个花片需要钩织的花瓣数量与之前不同，但是花瓣的方法与第1排完全相同。同时钩的过程中，部分位置需要进行连接。这里连接都是在完整花瓣的位置，需要与下方左下角和右下角对应的狗牙位置分别连接，连接方法与之前都一样，按照钩织的顺序依次完成并连接。这里完整花瓣与之前相同，左侧花茎位置与前一个圆环进行连接，右侧与
折回钩织时钩出的圆环进行连接。钩完最后一个花片后，往上从右往左折回钩织，方法与第一排的折回相同。正上方的花瓣位置需要补全花瓣，同时钩织花茎和圆环。这里用到的方法以及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往下大家参考图纸，将第二排的花片钩织完成。第三排方法与第二排相似，这里从左往右钩织时的方法完全相同。折回钩织时，部分位置不需要钩织花茎和圆环，并且钩的过程中还需要连接狗牙。往下同样钩到第一个花片的左上角位置。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和讲解过，大家参考图纸将这两排花片完成即可。此时第一段的钩织部分就讲解完了，下面钩织第二段，也就是钩织左袖剩余部分以及左前片。钩织方法与第一段相似，每排花片都是先从左向右钩织，然后再折回钩织。部分排钩的过程中需要增加花瓣的数量，从而往外进行延伸。最后一排折回钩织时，部分的位置花茎处需要与第一段第一排起始的几个花片圆环进行固定，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花片。其次，部分狗牙位置需要进行连接。全部完成后，需要在第一排花片的边缘位置钩织一个补角。这里花片钩织的方法前面都有演示和讲解。往下我演示一下最后一排与第一段第一排花片连接的方法。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主要演示花茎的连接。到了对应位置，往下先钩织6针锁针，然后找到上方对应的中心圆环，在正面入针，勾引拔针连接，继续钩6针锁针。回到下方补齐这个花瓣，这样就连接了一次花茎。下一个花瓣位置同样需要钩织花茎，并与同一个中心圆环进行连接，继续往下钩。注意连接时都是在正面入针。继续补齐这个花瓣，同时注意花瓣之间的连接。
往后都是在正上方2个花瓣的位置钩织花茎时，与第一排对应花片的位置固定，也就是挑圆环的中心入针钩织引拔针。注意花瓣之间部分位置需要进行连接，大家按照这个方法继续往下边钩边连接。完成后，最终袖子形成了这样的效果。最后我们需要挑边缘补齐每行起始的花瓣位置，按照折回钩织的方法往下对应钩织，只是这里不需要钩织花茎。钩的过程中同样需要边钩边连接，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大家参考图纸将其钩织好。钩完后，最后在第一个花瓣的位置调起立针，长针针目旁边的这个锁针调2根线，钩引拔针，最后断线。线头放到织物的背面，然后藏几针，大家可以多藏几针，起针的线头同样藏到织物里面即可。此时左袖部分就全部完成了。最后我们钩织一下补角，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同时为了方便观看，我用其他颜色做演示。先锁针环形起针起5针，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接着调起针处钩1针长针，然后钩1个狗牙，往下钩织2针长针，边钩边注意藏起针的线头，将其放在钩针上方，然后钩1个狗牙，这里需要进行连接。与第2段的花片处先进行连接，这里连接位置可参考图纸。连接都是在正面进行。完成了狗牙和连接，继续钩2针长针，一个狗牙，不连接，继续2针长针，一个狗牙，需要连接。
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对应钩织。连完第6次狗牙，往下继续补全剩余部分。最后在起立针的顶端，长针针目旁边这个辫子调2根线拧拔，然后断线。线头藏到背面即可。这样补脚部分就讲解完了。到这里，第2段的钩织就讲解完了。下面讲解第3段，也就是钩织右前片和右袖剩余部分，需要重新接线、起针，之后挑第1段的对应位置进行钩织。先起针钩织花瓣部分，边钩边与第1段的花片位置进行连接。这里花茎与第1段的中心圆环进行连接，后面继续按照之前的钩织方法对应钩织。部分排需要进行延伸，这里延伸的方向与左前片相反，同时延伸方法略有不同。折回钩织时往一侧多钩织对应的花瓣就可以，最终形成了延伸的状态。最后一排钩织时，折回钩织开始的几个花瓣位置，需要边钩边与第1段花片的位置进行连接。方法与之前都一样，不需要连接的部分对应钩织出花茎和中心圆环即可。这里需要用到的针法和方法前面都有演示和讲解过，则大家直接参考图纸将这一段钩织完成即可。此时第3段部分就讲解完了。往下讲解第4段，接着右前片的线头往上继续钩织花片。这里开始几个的花茎固定时是挑右前片的几个圆环位置，之后几个花片花茎固定时是挑后片多出来的圆环位置，剩余的花片花茎固定时是挑左前片剩余的几个圆环位置，之后沿着这个区域钩织几排花片。最后一排折回钩织时不需要钩织花茎，钩的过程中部分狗牙位置进行连接，同时钩完最上方区域后，往下继续沿着身体每排起始的位置，也就是侧边补全花瓣。这里补全到身体第1排之后，往下继续沿着右前片的边缘补全花瓣，补到对应位置，最后断线即可。完成后，
再钩织一个补角，挑对应位置，边钩边连接。方法与左前片的补角相同。往后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部分完成。全部钩织完成后，最后腋下会有这样一个洞，我们需要钩织一个腋下补角。为了方便观看，我用其他颜色演示。先锁针环形起4针，然后钩织6针锁针，与洞眼边缘的狗牙进行连接。继续钩6针锁针，调起针的中心洞眼，钩顶拔针固定。这样完成一次连接。锁针都是辫子朝上，不要扭起来。往下继续按照同样的方法，边钩边将剩余的狗牙连接起来。最后断线。线头藏到背面即可。此时看一下效果。如果补角的位置不是很服帖，会向外凸出来，可以更改连接的锁针数，重新钩织补角。这样腋下补角的方法就讲解完了。接下来安装装饰，先在袖口边缘往里一点的位置安装丝带，拿起丝带剪取约70厘米，然后沿着边缘完整花瓣下方的洞眼穿丝带。这里先将织物对折，找到最上方，在靠下这个完整花瓣旁边开始穿丝带。然后将丝带首尾调整对齐，稍微抽紧，系一个蝴蝶结。
这样丝带就安装好了。这里丝带的剩余如果较长，可以根据喜好进行修剪。同时，两端用火烤一下边，防止后面抽丝。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另一个袖口边缘安装丝带即可。这里丝带首尾的一侧位于袖口的上方。此时丝带的安装就讲解完了。最后，在前片边缘的一个完整花瓣上安装一颗纽扣，然后在另一侧狗牙连接的位置旁边，用线将两个狗牙缝几针，最终形成扣眼。大家将其完成。此时装饰部分就全部讲解完了。到这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